大家好，欢迎来听仙话。一人永生，万魂不复。要是觉得故事讲得还行，劳驾点个赞，捧个场。闲话少说，咱们书归正传。仙途飞升，万古寒，香火深处葬群魂。一人踏进苍生院，天门封后不称尊。断崖枯树藏，蛇影寒洞残灯照卷尘。一线幽光招命寨，双书奔处起仙门。这回呀，咱接着说。上回说到哪儿了？婉进和婉如这姐俩掉下断崖，没摔死，算是命硬。可你别以为没摔死就完事儿了，有时候人走霉运不是一下把你弄死，是先给你留口气，让你觉得哎呀，我是不是躲过去了？结果呢，前头还有更邪乎的等着。那洞里头黑，是真黑，服饰晚上没点灯那种黑。是你拿火折子照过去，也就照出眼前巴掌大一块儿，再往前全像让什么东西给吞了似的。晚进手里那点火光忽明忽暗，东风一吹，火苗子就歪一下，再一吹又歪一下。你说这时候最吓人的是啥？不是看见东西，是你看不见东西，但你听见它来了，洞深处就开始有动静，沙沙沙沙。那声音不是脚步声，也不是石头滚，听着就像有什么凉东西贴着地皮，一点一点往这边爬，慢但稳，你越听越难受。因为你知道他不着急，他不着急说明啥？说明他觉得你跑不了，站我后面。晚进这句话说的不大，但挺硬，他自己也害怕，这地方没人不害怕。可她是姐姐，这时候她要是一哆嗦，宛如就彻底完了。他一手举着火折子，一手攥着匕首，那匕首其实也没多大用，可人在绝路上手里有点东西，总比空着强。咦，宛如躲在他后头，嘴都不敢张，他怕一张嘴喘气声太大，把那东西周过来，洞里那股味儿也难闻，潮冷，还有股烂腥味儿，不是死老鼠那种小味儿，是很多年没人动过的阴地方，里头湿气、腐气、腥气全闷一块儿了，起闻一会儿，脑瓜子都发沉。那声音还在往前来，沙沙又近了，再近点，一晚进手心都出汗了，匕首柄被他攥得死紧。他眼睛盯着黑处，身子一动不动，就等着那东西露头。结果你猜咋的？声音快到他俩跟前的时候，突然没了，一下就没了，洞里静得让人心里发空。姐姐，那东西走了吗？婉进没吭声，他不是不想安慰婉如，是他不能瞎说，有些危险，你听不见了，不代表他走了，兴许他就在那儿趴着，等你松口气，等你迈错一步，这玩意儿啊，跟山里野兽差不多，真恶急眼的东西，不会跟你吵吵把火，他就等你路破绽，且俩就这么站着。洞里没声，他俩也没声，火折子的光在石壁上晃，晃的人心也跟着不稳。
使得石头忽然传来一点动静，很轻。咔，又一下，咔，不是大石头裂开的声，一开始就是那种细碎的小声。晚进把火往上一抬，这一抬不要紧，就看见洞顶那块岩石上裂了一道缝，那缝还在慢慢往旁边爬，1寸2寸，越来越长。你说石头裂开本来就够吓人了，更吓人的是那缝不像自然裂的，像里头有什么东西正在往外顶。快退！他这一嗓子压得低，但反应是真快，一把拽住宛如，往后就撤。姐俩刚离开原地，轰的一下，洞壁炸开了，碎石头、灰土、冷风全扑出来。紧跟着一条黑东西从裂缝里探出头。姐姐，那是啥？那东西不是普通蛇，普通蛇你见过吧？再吓人也是山里的活物，可这东西不一样，手腕粗，通体漆黑，鳞片密密麻麻，一层压一层，火光照上去不发亮，反倒泛冷。最扎眼的是它那一对眼睛，红的，不是正常活物那种红，是那种暗红，像在黑水里泡过的红石头。盯着人的时候，你能感觉它不是在看你热闹，它是在挑从哪儿下嘴。蛇灵不是寻常东西。蛇灵？宛如一听这俩字，心里更没底了。他没真见过，但他听过，他们族里那些旧卷子、老人嘴里都提过这种东西，说蛇灵一般不在阳气重的地方待着，他喜欢极阴的地儿。吃的也不是寻常肉食，他吃怨气，吃阴魂，时间久了身上就带着一股子邪性。你说这洞里为啥这么冷？为啥一点活物动静都没有？现在看八成跟他脱不了干系。蛇灵从裂缝里一点点滑下来，身子盘在地上，头竖起来，信子一吐一吐，这声不大，但钻耳朵。晚进盯着他，没敢先动。姐姐，咱咋办？别乱动，这东西可能不是靠眼睛找人，屏住气，慢慢往后退。这话听着挺有道理，山里有些东西是靠气味、热气响动找人的，你越慌，它越容易咬上你。宛如赶紧屏住呼吸，跟着晚进一点一点往后挪，一步，半步，再半步。可坏就坏在这儿，他俩往哪儿挪，那蛇头就往哪儿偏，不急不抢，就那么跟着。那双红眼睛一直定在他俩身上，晚进心里咯噔一下。不对，他看得见。话刚出口，那蛇灵动了，快的离谱。刚才还慢悠悠盘在那儿，一转眼整个身子就弹出来了，黑影贴着地面窜过来，嘴一张，直奔他俩脖子。这一下要是咬上，别说跑了，当场就得交代在这洞里。散开！爷俩一个往左，一个往右，野蛇灵擦着他们中间冲过去，咣一声撞到岩壁上，碎石哗啦一下落了一地。可这东西厉害就厉害在，他撞完根本不停，身子一扭，跟折回来似的，马上又扑。晚进冲上去，匕首往前一挡，
铮的一声，匕首刮在黑鳞上，火星子都蹭出来了，可鳞片没破，一点没破啊！一晚进心里就知道坏了，这不是拿匕首能解决的东西。你拿刀砍柴，柴能断；你拿刀砍铁，刀先遭罪。现在差不多就这意思。姐姐，斧呢？斧路呢？刚才落水泡坏了，用不了了。你看，这就是屋漏偏逢连夜雨。本来他俩身上还有点保命的东西，刚才一落水，全完犊子了。人也冷，衣服也湿，符也失效。后头还来个蛇灵，这局面说句不好听的，跟把人往死路上按没啥区别。蛇灵又转过头来，信子吐得越来越快，那红眼睛一缩一缩，晚进额头上的汗都下来了。他不是莽撞的人，他知道不能硬拼，洞太窄，身后是黑，前头是蛇，再拖一会儿，他俩体力一掉，就更没机会了。不能在这儿耗，得走。他话音还没落，蛇灵的头猛地往前一弹，晚进侧身躲了一下，躲过了蛇口，可没完全躲开，蛇身擦着他肩膀过去。那鳞片跟刀片似的，一下子肩头就开了血口子，血顺着衣裳往下渗。姐，别过来！宛如急得眼圈都红了，可晚进还得忍着。你想想，一个姑娘肩膀让怪蛇刮开了，疼不疼？肯定疼，可他现在连喊疼的功夫都没有。他一边往后撤，一边拿火光扫四周。他得找路，也就是这一下，他看见了刚才藤蔓挡着的洞穴更深处，好像有一点光，很弱，不是火光，也不是月光，就是那么一点幽幽的亮。你说那光是救命的还是要命的？当时谁也不知道。可人在这种地方，后头蛇灵追着咬，前头有光，那还能咋办？只能奔光去。跟我走。晚进一把抓住宛如，转身就跑，说婆这回不讲究啥，小心不小心了，石头硌脚也顾不上，湿衣裳贴在身上也顾不上，肩膀流血更顾不上，后头蛇灵追得紧。嘶鸣声在洞里来回撞，听着就像四面八方都有蛇。宛如边跑边回头，脸色都白了。姐，他追上来了。别回头，跑。姐俩就这么一路往里冲，你别看他们是奔着光去，可那光也不近，洞道弯弯绕绕，脚底全是湿泥和碎石，有时候一脚踩空，人差点扑出去。有时候藤蔓挂住一脚，还得硬扯开，这哪是寻仙啊，这就是逃命。以前他们拿着密卷，以为往山里走，兴许能碰见仙缘，现在可好，先没见着，先见着个要命的蛇灵。但偏偏啊，世上很多门就是这么开的。你规规矩矩敲，没人理你，你让命撵着跑，反倒一头撞进去了。终于前头一下子宽了，他俩冲进一间石室，这石室比外头洞道大多了，四周石壁发冷，地上潮气往上反，中间有个石台，石台上放着一卷东西，旧，很旧，不是新书卷，也不是普通纸册，那卷东西安安静静摆在那儿，
可你一看就知道它不简单。因为整个石室里就他像在等人。婉进和婉如同时停住了，后头蛇灵的声音还在逼近，越来越近。婉如看着石台上的古卷，整个人都懵了。姐姐，这卷轴先拿到再说。婉进这人啊，就是这样，他不是不怕后果，他是知道现在没资格慢慢琢磨。后头蛇灵马上就道：你站那儿想半天，想明白也晚了。他一步踏上石台，伸手就把那卷古旧密卷握住了。这一握，事儿变了。他那卷子入手的一瞬间，婉进整条胳膊都僵了一下，比冷不是石头那种冷，是从骨头缝里往里钻的冷。那股冷气顺着手掌往胳膊上爬，再往肩头爬，最后像细针一样一下子散尽全身。婉进差点没站稳，婉如在旁边看着，吓得赶紧伸手扶他。姐，你咋了？别动。婉进声音低了，因为他听见了外头那蛇灵刚才还追得那么凶，鸣声那么近，可就在他碰到密卷以后，没声了，一点声都没了。整个洞穴突然静下来，静得比刚才还吓人。为啥？因为刚才的静是不知道危险在哪儿，现在的静是危险，好像怕了什么。你说那蛇灵是走了？未必，他可能就停在石室外头，不敢进来。那他怕的是谁？怕婉进吗？不可能。怕婉如吗？更不可能。他怕的八成就是婉进手里那卷东西。你看，事到这儿，姐俩算是逃过一劫没有？表面上看是逃过了，蛇灵不追了，他俩没被咬死，婉进还拿到了密卷。可先话这故事最狠的地方就在这儿。他从来不白给你活路，你拿到一样东西就得付一样代价，你进了一扇门就别想还像原来那样出来。深陷的是季卷，后来再回头看，那就是债的开头。婉进那只手握住他的时候，握住的不是仙缘，是以后无数人的香火，无数人的命数，还有他和婉如再也甩不开的那条路。这路啊，从一间冷石室开始，脚底第一步还不是云，是血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这回就讲到这儿，感谢诸位捧场。要是喜欢仙话，记得点个赞，咱们下回接着唠。